前阵子，英国乐团1975在马来西亚演出时上演男男吻，并且痛批当地的反同法律，结果却引起了当地 LGBT 族群的不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1975在大马的演出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7月中呢，英国乐团1975的主唱在马来西亚的音乐节演出时，痛批当地的反 LGBT 法律，并且跟同团的贝斯手呢直接在舞台上面拥吻，结果他们就被赶下舞台还被大马政府列为黑名单。后来原定在印尼、台湾的演出也都跟着被取消了。而这件事情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有支持的声音认为他们这样子反抗威权声援弱势的行为很帅很有 guts， 但是马来西亚的主流舆论几乎都在批判1975，而且除了保守派人士之外，就连很多进步派还有性别运动的人士也都批评他们这样子根本是在逞英雄帮倒忙。所以当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1975明明是为了同志发声，为什么当地 LGBT 族群会不爽呢？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现在看小说还能够抽机票吗？由台湾角川打造的小说平台卡多卡多佼佼者所举办的100万小说创作大赏，去年5部得奖作品都要推出实体单行本，正式跟大家见面了。为了庆祝新书上市他们同步推出优惠活动，只要在角川官网与指定通路购买卡多卡多系列书籍，就能够享有优惠的75折起。完成指定任务还能够再抽台北、东京双人来回机票以及 PS5 主机组等豪华大奖。另外，今年的卡多卡多100万小说创作大赏火热征稿到8月31日，首奖奖金120万以及保证出版的机会，还在等待有才华的你哦。无论你是想要买小说抽机票的读者，还是摩拳擦掌想要夺得今年大赏的作者，都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活动页面看更多资讯吧。7月21号在吉隆坡举办的 The Good Vibes 音乐节第一天晚上，英国乐团1975在晚上11点半左右压轴登场，而主唱 Matty 在上台后不久就开始抨击大马的反同法律。他对观众说自己到马来西亚演出是个错误，因为他原本不知道当地有反对同性恋的法律，知道以后他觉得非常的愤怒，甚至一度打算取消演出。然后他话锋一转，对台下的歌迷说：“你们并不代表你们政府，我们相信你们其中有许多是同性恋、很进步、很酷的人。”并表示因为不想让歌迷失望，所以还是决定照常演出。接着还又跟贝斯手接吻长达了20秒。根据音乐节主办单位的说法，除了批评政府跟团员接吻，他还在台上不断的喝酒、骂脏话，并且砸坏了一台空拍机。而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双方事前签订好的演出协议。因此，他们开唱短短半小时之后，演出就临时被喊停。走下台时Matty 还跟大家说：“好吧，我们刚被吉隆坡禁了。”隔天中午，马来西亚当局就下令腰斩音乐节，并且把1975列为演出黑名单。当地警方也已经就3项罪名对1975展开调查。不过，1975在演出结束后的6个小时内就搭机回英国了。随后，他们也宣布取消原定7月底在印尼还有台湾的演出。而在台湾乐迷大感失望的同时，这起事件也在马来西亚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根据现场影片在 Matty 批评反同法律的时候，不少观众鼓掌欢呼。而且事件刚爆发时，网络上面也有不少的声音认为他们替少数弱势族群发声。还有人称赞他们一向勇敢反抗威权，因为2019年他们到杜拜演出时Matty 也曾经不顾当地的反同法律亲吻一位男歌迷，而被杜拜政府禁到现在。但随着事件发酵，马来西亚的社群媒体上面却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声音。有些偏保守派的人就批评他们伤风败俗，不尊重当地的政府跟文化。一些音乐圈的人士和乐迷则认为他们这种做法非常的任性自私，因为这是一场音乐节，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演唱会。这样子随心所欲会害其他的表演者工作人员、商家还有观众都跟着遭殃。那这些意见或许都还算不难理解，但有不少马来西亚的性别运动团体也批评 Matty 的行为对当地的 LGBT 族群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帮助，这又是为什么呢？当地的 LGBT 社群认为1975骂脏话、喝酒等等行为很可能会加剧大众对于性少数的误解、歧视跟反感，导致他们的处境更加的困难跟危险。因为马来西亚有60%的人口是马来人，他们在法律的强制规定之下，几乎全部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大马整体的社会风气相对保守，对性少数族群也比较不友善。
2017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就显示马来西亚有 58.7% 的人不想要跟同性恋当邻居，还有 60.5% 的人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2022年的全球跨性别态度调查则显示有 39% 的马来西亚人认为呢跨性别是一种精神疾病。而主流媒体上面也常常看到带有歧视和刻板印象的内容。大马报纸《阳光日报》呢，前几年就曾经刊出一篇如何分辨同性恋的文章，内文呢包含了喜欢蓄胡、健身就是男同志，女同志呢则被形容为仇男、嫉妒心强、喜欢牵手等等。此外，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LGBT 族群遭到暴力的攻击，甚至是谋杀的案件。光是2017到2019年之间呢，马来西亚就至少有9名的跨性别者遇害身亡。而除了影响社会观感之外呢，很多性别运动人士也指出，这次1975事件还可能会加剧执法单位对于 LGBT 的打压。大马性别运动人士认为，1975事件可能会触动政府的敏感神经，让更多的 LGBT 人士遭到逮捕判刑。因为马来西亚的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同性恋违法，但性少数族群还是可能触法。大马刑法当中呢，明文禁止口交、肛交等等违反自然秩序的性行为，最高可能被判20年有期徒刑，还一律附带鞭刑。此外，大马还有规定更严格、更保守的伊斯兰法律。简单来说呢，这是一套只适用于穆斯林的法律，会有各地方政府的宗教部门自行规定跟执行。那虽然每个地方的法律不太一样，但多半都会禁止同性性行为或男扮女装等等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行为。近年来呢，就有不少穆斯林性少数族群因为伊斯兰法律而被逮捕的案例。2018年，分别有一对女同志情侣跟5名男同志因为试图进行性行为而被判公开鞭刑跟监禁。2021年，知名的企业家跨性别女性诺萨加呢，则是被指控男扮女装侮辱伊斯兰教，让她只好逃到澳洲申请政治庇护。而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呢，马来西亚又即将在8月中展开地方选举，更是让性别运动团体呢担心有政治人物会借题发威，使 LGBT 人权进一步的被限缩。许多大马的性少数族群表示呢，1975事件刚好在选举前没有多久发生，根本就是让政客们捡到枪。而他们会这样子认为是因为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常常会利用 LGBT 的议题去攻击政敌或拉抬自己的声势。分析指出，自从70年代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之后，大马政府就一直在打压 LGBT 族群，而且这种不友善几乎是朝野共识，各大阵营主要的政治人物都清一色的表态反对 LGBT 权益。因此 LGBT 族群呢，不仅是被打压，还常常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比如1998年被视为是政党2把手的安华呢，跟时任首相马哈迪闹翻之后，就因为被指控男性行为，也就是刚刚提过的肛交罪而遭判刑入狱。而且2008年他重返政坛之后，又再度被指控同样的罪名。安华则一直坚称自己是异性恋，只是遭到了污蔑以及政治迫害。选战期间呢，这种反对性少数的倾向也会更加的强烈。比如最近几个月呢，先是有政党呼吁禁止支持 LGBT 的 Coldplay 在大马开演唱会，接着大马内政部呢又以公然宣扬 LGBT 文化为由，没收了上百只 Swatch 的彩虹手表，甚至后来呢还有国会议员提议把 LGBT 列为精神疾病。那在1975事件之后，也确实有政客喊出了加强监管 LGBT 的政策。有 LGBT 人士就表示，这就是他们最不想要看到的状况，因为政客关注 LGBT 肯定没好事。但是1975却在选前把 LGBT 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导致 LGBT 议题卷入了政治口水。那在政治炒作之下呢，就很有可能会再度增加社会对 LGBT 的反感，进而驱使政府再去加强打压的手段，形成一个恶性循环。1975事件除了在马来西亚掀起轩然大波之外，也因为1975台湾演唱会连带取消，而让不少的台湾网友参与讨论。那台湾这边除了有跟马来西亚类似的批评之外呢，也有一些网友是认同1975的做法的。他们主要的论点呢有2个，首先是责任问题，他们认为喝酒骂脏话、激吻明明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会搞到整个 LGBT 族群都受到威胁，明显是大环境的问题。因此，该被指责的对象呢，并不是1975，而是长期歧视、迫害 LGBT 的马来西亚政府。第二点呢，则是认为这是运动路线的差异，没有对错之分。有网友就表示这次1975的做法虽然比较激进，但冲撞也是一种对抗压迫的手段。还有人认为呢，这种做法可能比忍气吞声、默默耕耘更能够改变现状。但是对于这样的说法，也有一些网友提出反驳。他们强调，打压跟歧视确实是来自于政府，但是正是因为问题出在政府的威权跟社会体制，所以更应该要步步为营，不能够鲁莽。
否则就会像这一次1975事件一样，造成大量的反弹声浪，导致性少数族群的处境更加的危险，还可能让当地的性别运动团体靠着温和手段一点一滴争取到的进步都毁于一旦。那另外呢，也有人强调这件事情呢，并不能说是运动路线的问题，因为1975并不是马来西亚人，而且他们把话说完就走了，没有真的参与当地的性别运动，也没有跟当地人一起留下来承担行动的后果。老实说，我们在看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也跟很多的台湾人一样，觉得1975的做法虽然有争议，但未必是错的。因为追根究底真正害马来西亚 LGBT 族群受到压迫的，也确实不是他们。甚至悲观一点来说，我们觉得只要这样子的社会环境、政治风气不变，就算没有1975事件，任何的事情都能够成为政客的借口去打压性少数。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可以多试着去认识马来西亚 LGBT 族群的顾虑，因为在马来西亚，性别议题是真的很错综复杂，牵涉到他们的殖民历史啊、多元种族、宗教、多党政治等等背景。而且当地性少数的处境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尤其是穆斯林他们会面临到的可能是来自于政府、亲友、同侪等等全方面的压力啊，还有暴力。所以呢，当地团体也在倡议上面呢，可能一直都很小心翼翼，一直在拿捏那个平衡。那如果冒险打碎这种平衡，以激进的手段争取，不仅未必能够成功还可能会让那些本来处境就非常不容易的人进一步的陷入危险。好的，那最后呢，正好来问大家，你怎么看待这一次1975在马来西亚的行为呢？鲁莽又自以为是只是在添乱，根本不会真的帮助到当地人。B， 面对不合理的规定，本来就要反抗，忍耐只会助长威权。C， 无关对错就是立场不同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马来西亚性少数族群的状况。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马来西亚共产党以及汶莱同性恋刑罚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